呢幾日咧睇到啲銀行股大跌咧，相信唔單止我啦，其實好多人咧都大受打擊。咁我自己承認咧，我自己睇錯市。自從年初開始咧，一直都有同你哋講啦，銀行股喺加息週期裏面咧，我係睇好嘅。但係我自己就低估咗喺整個股市低迷之下，同埋呢個經濟悲觀預期之下咧，好多 IPO 嘅 deals 咧其實係 close 唔到，令到咧整個市場嘅 IPO deals 咧係大跌。而呢啲 deal 數大跌，亦都對各大銀行嘅影響咧，其實比我想象中咧嚟得更大。其實上星期咧睇完幾間大行嘅報告之後咧，都好後悔自己冇早啲去提醒大家。如果咧你淨係以投資幾個月嘅年期嚟講咧，頭3個月嘅帳面回報咧應該係好差㗎啦。當然啦，我仍然收到好多觀眾對呢方面咧仲有好多嘅疑問。點解銀行股應該係要喺加息嘅時候上升，但係佢嘅表現咧就走反方向咧？咁如果真係長短債息倒掛嘅話，係咪唔應該再買銀行股咧？但係依家係加息週期喎。咁我應唔應該仲保留銀行股喺我嘅投資組合裏面呢？我明白好多人咧都好焦急同埋充滿疑問啦。今日咧我就會同你哋一齊睇下我係點樣分析銀行股，同你哋一齊睇下銀行嘅業績，同埋咧美國經濟嘅前瞻，亦都會咧分享一下咧銀行股喺估值嗰陣時咧，我哋要睇啲乜嘢？究竟銀行股係咪都係垃圾咧？我會分幾個部分同你哋研究衰退同埋加息對銀行股嘅影響，亦都會咧同你清清楚楚咧分析我做 research 嘅資料。喺度都一提大家啦，呢段影片咧係我自己做嘅資料搜集啦，咁純粹係俾你哋做一個分享嘅用途，就唔係咧對你投資組合裏面嘅買入同埋賣出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做好功課啦。亦都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哋想支持頻道嘅話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下面嘅開戶連結咧係一啲零手續費啊，或者係有開戶回購，甚至係送股都有嘅。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之前我就已經講過啦。我知每間銀行咧都係唔同嘅，喺零售銀行業務裏面，吸取存款同埋放貸咧都係週期性嘅業務，所以喺經濟不景嘅時候咧，對依賴零售銀行業務嘅銀行嚟講咧，個影響就較大。嗰陣時我都有提大家啦，要小心去遠離一啲咧高度依賴零售銀行業務嘅金融機構嘅股票。但係另一方面喺上個星期嘅業績報告裏面咧，我哋都睇到連投行嘅業績咧亦都大受影響。咁究竟過去一星期嘅業績報告發生咗啲咩事咧？而 JP Morgan 嘅業績咧，係我每年都必睇嘅公司業績之一。就算你係冇買佢嘅股票咧，其實我都會建議你每季咧都去睇一睇 JP Morgan 嘅業績。JP Morgan 嘅業績咧被形容為係美國經濟嘅前瞻，佢嘅業績咧嘅表現係反映咗美國實際嘅經濟情況，所以咧對我哋呢啲投資者去學習同埋研究經濟預測咧都有幫助嘅。好，依家我同你哋一齊睇下呢個 JP Morgan 4月13號發布嘅2022年第一季度嘅 Q1 財報。第一季度咧佢嘅 EPS 每股盈餘係2.63，而本身嘅分析師預期咧係每股盈餘2.73。上年嘅同期2021年嘅 Q1 咧，當時候嘅 EPS 係4.5，按年year咧係下跌40%。之前分析師嘅預計咧係下跌39.3%，即係差過預期。收入啦 revenue 咧係講緊31.59個 billion， 而佢嘅派息咧就係每股1蚊。喺度我會將 JP Morgan 嘅業績數字咧分2個部分去研究。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同利率有關，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同盈利有關。點解我要將佢分2個部分呢？因為呢2個部分同我一陣咧要同你哋討論嘅第2點，即係關於銀行估值上面咧係有關係嘅。好，第一部分咧同利率有關係嘅數字。JP Morgan 嘅 Net Interest Margin 啊，即係 NIM 係 1.67%， 略高於2021年當時最後一個季度公布嘅 1.63%。呢個 NIM 咧係用嚟衡量銀行賺取利息收入同埋咧佢支付俾存款喺 JP Morgan 嘅人嘅利息之間嗰個差額。即係咧，佢點樣賺呢個利息差額啦？呢個嘢亦都係銀行賺取利息收入嘅方法之一。喺度我哋見到佢上升，即係話咧反映緊呢個加息週期裏面咧，對 JP Morgan 嚟講，呢度係有個正面嘅影響。好啦，第二我哋會睇下佢個 NII， 即係淨利息收入 Net Interest Income。呢個收入咧就攀升咗7%，去到13.97個 billion， 超過分析師早前嘅預期13.7個 billion。咁佢淨利息收入咧係銀行從貸款啦，或者一啲抵押貸款啦，同埋證券等等資產咧所賺取嘅利息，同埋咧依間銀行佢嘅存款支付嘅利息之間嘅差額，呢度亦都反映咗加息對 JP Morgan 喺呢方面嘅收入咧有個正面嘅影響。第三，我哋睇一睇佢平均信用貸款額啦，係上升咗5%，而佢嘅信貸損失咧仍然處於喺呢個歷史嘅低位，呢度亦都反映到咧加息嘅正面影響。呢個貸款額咧嘅需求仍然係樂觀。存款咧亦都好樂觀喎，存款嘅平均存款額咧亦都上升13%，
呢度亦都反映咗加息對 JP Morgan 一啲正面嘅影響。第4點，我哋睇睇 CIB 啦，即係佢哋嘅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上面嘅業績。喺 CIB 嘅貸款業務嘅收入咧係321個 million， 同上年同期去比較咧係增長21%。今年度咧 JP Morgan 喺貸款上面對沖所獲得嘅收益，同埋咧有更高嘅貸款費用、存款費用同埋咧呢個利息收入咧。所以種種呢啲數字亦都反映咗加息對 JP Morgan 一啲正面嘅影響。第二個部分，我哋睇一睇佢嘅盈利收入有關嘅數字啦。第一，我哋睇一睇佢嘅資金利差啦。資金利差嘅擴大同埋商品價格嘅風險增加，仲有同俄羅斯相關交易對手嘅衍生品啦，裡面嘅應收帳款嘅收入咧，亦都下降咗，因為以上幾個原因啦，令到 JP Morgan 今季嘅每股盈餘咧係減少咗0.13個美金。另外都要睇一睇 CIB 嘅另外一個業務啦，即係佢投資銀行業務裏面咧，佢嘅收入咧係2.1個 billion， 低於預期嘅2.37個 billion。收入嘅減少咧，主要原因都係因為股票同埋債券嘅 underwriting， 即係承銷嘅活動減少，當中佢嘅費用收入咧下降咗咧總共31%。除咗IPO 項目嘅減少，亦都見到好多 deal 係 did not materialize， 即係做唔成啦單 deal。今年以嚟咧，隨住股票市場嘅活躍程度減少啦，同埋全球嘅局勢不穩，令到 SPAC 同埋 IPO 等等嘅上市集資活動咧就大幅下降，所以亦都令到銀行嘅收益大減。咁我喺 Patreon 咧之前都有同佢哋講過呢個問題，因為咧今季我哋對比嘅基數咧係2021年嘅 IPO 表現咧，其實係近年嚟講最暢旺嘅一年嚟嘅。喺2021年咧，總共有951單喺美國上市嘅項目，講緊係2020年嘅2倍。所以如果我哋今季 Q1 無論係同上年同期嘅比較，或者係同上季 Q4 嘅比較咧，都係不利嘅。而2022年咧，美國嘅 IPO 第一季咧按年比較咧，係 year on year 大跌73%，所以呢個亦都係直接反映咗喺各大投資銀行業務上面嘅影響啦。第三，我哋睇一睇佢嘅 retail 客戶嘅表現，亦都係 JP Morgan 裡面嘅 consumer and community banking 啦，即係 CCB。佢 CCB 嘅表現咧就係存款增長咗18%，客戶投資資產咧亦都增長咗9%，全部都係有個淨 inflow 嘅資產流入。至於 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咧，即係 AWM， 佢哋嘅資產財富管理嘅部門嘅業績咧非常之強勁，有19個 billion 嘅 long-term 證券貸款咧係流入，推動咗咧呢個貸款咧持續有一個強勁嘅增長係達到14%。第五，睇一睇咧 JP Morgan 呢個季度啊，佢哋嘅固定收益交易，即係債券交易咧，係達到5.7個 billion， 呢個收入咧係超出分析師預期嘅800個 million 美金嘅。而喺 equity 交易、股票交易上面咧，佢嘅收入亦都超出分析師嘅預期，比預期咧係多出咗500個 million， 係達到3.1個 billion 美金。第六就係佢哋嘅 JP Morgan 嘅董事會咧，亦都授權咗新嘅普通股30個 billion 美金嘅回購計劃，而個回購計劃咧會喺2022年5月1日起生效。咁呢個 shares buyback 咧，即係股票回購咧，其實係有幾種唔同嘅作用去幫呢個投資者創造價值嘅。當中咧係因為通過呢個回購，令到公司咧在外流通嘅股數下降，所以咧就增加咗每股盈餘即係 EPS 嘅價值啦。同一個道理，亦都增加咗咧 ROA 即係資產回報率同埋 ROE 股本回報率嘅回報。咁 share buyback 咧，亦都係公司對自身嘅肯定啦，即是表示佢哋對自己嘅前景有信心，趁股票喺相對較低嘅價格嘅時候咧買入自身嘅股票。咁關於 ROE 咧，我一陣會喺估值個部分同你哋一齊討論。好，除咗咧以上嘅利息同埋盈利嘅數據之外咧，我哋亦都睇一睇 JP Morgan 喺 Q1 嘅業績公佈嘅重點啦。第一就係講緊公司嘅 credit reserve 係信貸損失準備金，佢哋係大增咗902個 million 嘅儲備金，總共嘅儲備金咧係達到1.46個 billion。之前分析師嘅預期咧只係617.5個 million， 咁講緊係2倍有多。呢度亦都反映咗 JP Morgan 正係為未來嘅信貸風險咧作出一個充分嘅準備。呢啲儲備金咧係由 commercial banking 即係佢嘅 CB 嘅業務裏面咧調整出嚟嘅，所以亦都導致佢哋嘅 CB 商業銀行裡面嘅淨收入下降28%，去到850個 million。不過呢度亦都提咗啦，商業銀行佢哋嘅貸款生意咧係增長咗2%，所以咧其實 CB 嘅帳簿上面咧
唔應該係 net income loss 嘅，佢哋只不過調出咗額外嘅資金咧去做一個儲備金。雖然 JP Morgan 嘅 investment banking 喺 IPO 同埋債券承銷活動咧就減少咗，但係咧 Jamie Dimon 咧佢就表示啦 ，JP Morgan 咧仍然係保持喺全球投資銀行業務裡面嘅第一名。佢指出，至少喺短期內咧，佢對經濟係仍然持有呢個樂觀嘅態度。消費者同埋企業嘅資產負債表同埋消費者支出咧，都保持喺一個健康嘅水平。但係佢哋亦都見到顯著嘅高通脹、供應鏈嘅問題，同埋咧俄羅斯烏克蘭嘅戰爭帶嚟嘅地緣政治同埋經濟嘅挑戰。Jamie Dimon 咧佢就指出啦，喺 Q2 JP Morgan 嘅重點仍然係去努力幫助佢嘅客戶咧應對困難嘅市場同埋呢啲不可預測嘅事件。咁當中咧亦都會包括同政府咧合作實施前所未有好複雜嘅經濟制裁啦。呢度即係指對俄羅斯嘅制裁。而 JP Morgan 咧，亦都會繼續咧協助去應對呢個全球嘅動盪。好，睇完 JP Morgan 嘅業績之後咧，依家咧我就會同你哋講一講喺加息週期啊點樣影響呢個銀行股嘅估值啦。喺做呢個估值嘅時候，我哋其實係可以通過咧去比較佢個股本回報率 ROE， 即係 Return on Equity， 同埋呢個股本成本 COE。Cost of equity 嘅差距嚟衡量咧銀行嘅業績同埋未來嘅前景。呢度咧指如果 ROE 係高於 COE 嘅話咧，即係代表公司管理層咧喺度創造緊價值。個 ROE 係細過 COE 嘅話咧，即係代表銀行嘅管理層咧冇創造任何嘅價值，甚至咧銀行嘅業務係倒退。所以咧簡單嚟講，呢兩個數字嘅差距咧係越大越好。而喺估值裏面咧，我哋亦都要計算呢個單位，即係 COE。COE 嘅公式咧係包含咗 Treasury Yield 呢個無風險利率嘅。簡單嚟講，加息令到利率上升，係會改變到呢個 Treasury Yield 嘅上升。而呢個 Treasury Yield 上升咧，就會令到呢個 Cost of Equity 即係股本成本咧下跌。而呢個 Cost of Equity 下跌咧，即係代表咧銀行嘅估值會上升。不過咧呢度就有一個大前提嘅，就係呢個銀行股票嘅波動率咧，佢嘅 beta 咧係要大過1先會有呢個效果。而我睇過啦，現時咧呢個銀行股票嘅 beta 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大過1嘅。其實頭先我俾出嚟嘅指標咧，係包括咗大量估值模型上面嘅計算嘅。但係因為呢個篇幅太長啦，咁咧我只係可以喺另一個課題上面再教你哋啦。而呢個影片咧，其實係想集中俾你哋呢個估值上面嘅重點嘅啫。好，我哋再睇下 JP Morgan 嘅 ROE 同埋 COE 啦。JP Morgan 嘅 ROE 咧喺2018年咧係3.35， 2019係14.91， 2020咧係11.34， 2021咧係18.29。而 JP Morgan 現時啊，佢嘅 Cost of Equity 咧就係7.877。咁頭先講過啦。根據呢個加息嘅條件之下咧，呢個 COE 咧只係會越嚟越低。咁如果 ROE 係維持不變嘅話咧，呢個銀行喺加息週期之下咧，佢嘅估值理應係要越嚟越高嘅。所以依家我認為咧，投資者要問嘅問題就係：依家銀行可唔可以維持喺高嘅 ROE 咧？咁我哋可以一齊睇一睇呢幾間銀行喺5年嘅平均 ROE 嘅比較啦。JP Morgan 嘅5年平均 ROE 係13.55，Goldman Sachs 佢嘅5年平均 ROE 咧係12.43，Wells Fargo咧係9.41，Bank of America 咧就係9.5，所以比較唔同銀行嘅表現嚟講咧，其實 JP Morgan 同埋 Goldman Sachs 佢嘅 ROE 能力咧都係較為突出嘅。好，回應翻呢個問題啦，應唔應該保留呢個銀行股喺我哋嘅投資上面咧？頭先我就講過 COE 同埋 ROE 咧，正係反映咗加息，同時又面臨呢個衰退對銀行股嘅表現上面咧，其實係呈現呢個矛盾性嘅。對我嚟講，我哋仲未知道咧呢個經濟會唔會或者幾時會踏入衰退。就正如喺我上次嘅直播裏面就講咗啦，技術上咧，如果呢個 yield curve 係出現咗倒掛，即係 inverted yield curve 嘅時候咧，呢度係表明咗6至24個月內咧有機會見到經濟衰退。所以如果呢個經濟衰退真係發生嘅話咧，有可能要等到出年或者係2024年咧先會發生。咁呢個過程咧，仲要睇翻俄烏上面嘅發展啦。咁我都講咗好多次啦，我冇水晶球，我唔會知道咧每一個國家佢嘅領袖會有啲咩喺未來上面有啲特別嘅行動啦。咁而俄羅斯普京佢嘅行動又會唔會升級咧？我又估唔到佢會做咩。所以對我嚟講咧，依家嘅股票下跌係因為市場冇方向，股票市場咧就最唔中意咧不確定性嘅。咁我暫時嚟睇啦，銀行喺第2季、第3季嘅業績咧，將會更加能夠反映到呢個戰爭同埋咧通脹嘅影響。到時候咧，
呢啲銀行嘅業績嘅 ROE 咧，可能表現會更加差，所以喺短期內銀行股嘅表現仍然有機會不濟。咁當然啦，如果俄烏戰爭突然升級或者突然結束，亦都可以令到市場走兩極嘅方向。但係呢一樣嘢係我同埋大家都係預測唔到嘅嘢。雖然咧，我哋咧就唔可以確定衰退嘅時間表啦，但係加息咧係必然，亦都係已經知道嘅事實啦。所以對我嚟講，我哋可以做嘅咧係繼續保持紀律，做功課、做估值，確保你手頭上嘅股票咧係行業中嘅王者。而喺銀行嘅估值裏面 ，ROE 咧係尤其重要。雖然依家咧嘅 ROE 係正咁樣受呢個戰爭同埋通脹衰退嘅不確定性嘅影響，但係咧同時嚟講，銀行嘅 ROE 亦都受惠緊呢個淨息差嘅收入、借貸活動嘅收益嘅提振。呢啲頭先我都同你喺 JP Morgan 嘅業績上面咧一齊睇咗，亦都反映咗出嚟啦。而長遠嚟講咧，邊一間銀行可以維持到較高嘅 ROE 的話咧，喺加息週期嘅時候，佢嘅估值將會受惠同埋上升。就正如頭先我節目嘅前半段有講過啦。ROE 係受呢個銀行嘅業務類型影響，而頭先我俾咗你哋大量有關 JP Morgan 嘅盈利嘅數字咧，睇翻嚟講，其實 JP Morgan 仍然係保持緊佢自己喺全球投資銀行業務裏面嘅第一名。咁亦即係話啦，如果呢啲咁嘅DNM deal 啦 ，did not materialize 嘅 deal 重新翻到去咧銀行嘅 pipeline 上面嘅話咧 ，JP Morgan 將會係銀行界裏面最快可以重拾營收上升嘅銀行。咁你可能又會問喎，咁呢啲 IPO 嘅 pipeline deal 幾時先翻嚟咧？根據我嘅經驗咧，股市回報率較高嗰一年，而且嗰年咧嘅回報率仲係不斷咁樣上升嘅時期咧，呢啲時期往往都係 IPO 數目最多激增嘅一年，而當股市咧佢嘅初次回報率較低嘅時期嘅話咧，呢個 IPO 嘅數目咧都會回落。咁但係咪經濟衰退期就等於冇 IPO 咧？唔係，2020年同埋2021年咧就係全球受疫情影響下嘅衰退期啦。但係呢段期間咧，亦都係股市回報率同埋 IPO 屢創新高嘅年份。咁我之前咧，我好耐㗎啦，我諗成年幾之前，我喺一個影片嗰度有講過啦。好耐我之前咧，我就已經發現股市咧，往往喺呢個經濟不景氣嘅時候咧，佢嘅表現係較好嘅喎。而投資長老級嘅人馬啦 ，Ray Dalio 咧，佢亦都有講過類似嘅論點，就係咧經濟表現較好嗰年咧，股市嘅表現咧又麻麻地嘅喎。咁另一方面咧，我都想大家咧都可以思考一下加息對 COE 嘅影響，同埋點樣對銀行股作出一個正面嘅提振。頭先我分享嘅 JP Morgan 同利率有關嘅數字裏面咧，其實呢啲正面嘅影響咧都逐步反映緊出嚟。當然啦，唔單止 Jamie Dimon 嘅，其實全球嘅投資者咧都正注目呢個衰退對市場同埋經濟嘅風險。所以無可否認地咧，如果真係衰退出現嘅話，係絕對對銀行不利。而如果美國確實真係陷入衰退嘅話咧，銀行業將會受到打擊。咁 Jamie Dimon 咧佢就話啦，希望美國政府咧能夠快速有效地咁樣應對呢個通脹危機。但係咧，佢同時亦都希望 Fed 嘅行動咧係可以令整體經濟咧可以軟着陸嘅。好啦，今日咧我就同你分享咗我係點樣做呢個 research 嘅。咁由於咧市場依家係面對好多嘅未知之數啦，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呢個環球嘅政局同埋戰爭嘅發展。而當中咧每一個因素嘅突變都可以令到市場走向完全相反嘅方向，即係話可以影響到咧我頭先講嘅 COE 同埋 ROE 啦。雖然我哋而家面對緊好多唔確定嘅因素啦，所以咧保持紀律，做足功課，確保你手上嘅股票係行業中嘅王者，就係成熟投資者依家會做嘅嘢啦。希望今日嘅影片幫到你啦，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仲會唔會投資喺呢個銀行股嘅股票上面呢？如果你中意段片，記得 click 翻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